中国趁热打铁，冤家和盟友一起开撕美国，连英国都看不下去了。大家好，我是肖云华。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取得重大外交突破，相比之下，美国外交却是四处碰壁。布林肯和奥斯汀都打不通中国的电话，在中东和欧洲把自己的盟友都给惹毛了。最近一段时间，网上都在传说一件事情，就是中东和欧洲这些地区因为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都开始搞情报对仗了。然后因为对仗的结果对拜登政府不太友好，所以这些国家开始和美国划清了界限。伊朗喊话美国，霸权时代已经过去，法国跑到地中海和埃及搞联合演训，核潜艇还朝北大西洋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些说法听上去有些捕风捉影的嫌疑，毕竟不同国家之间的情报系统不太可能实现对仗这种程度的信息共享，但仔细一想也确实不是不可能。以中东为例，沙特和伊朗如果想要真正达成一套能够保持长久和平的框架，首先要做的肯定就是在谈判中给对方画出红线和底线，告诉对方什么可以谈，什么绝对不能做。在这个过程中，两边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开始翻旧账。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彼此翻出来一部分旧账对不上，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有意思了。伊朗最近又对美国喊话，又是宣布以色列的国运已经进入倒计时，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很耐人寻味。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大概率和中东不一样，不过这些国家最近因为美国的泄密门和拜登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就在最近，针对美国窃听盟友还管不住自己嘴到处露馅的做法，连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英国都有点忍不下去了。英国主流媒体高调发布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泄密门是一种外交羞辱，让美国的盟友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拜登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中东欧，结果就是亚洲、中东、西欧四处起火，面临外交失败。总结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在中国从美国的包围圈中突围，帮助很多国家建立起对话沟通的管道之后，美国对全球信息的垄断权和解释权都开始动摇了。美国利用自己霸权国家的地位建立起来的信任坚防被打破了。中东和欧洲如今进一步转向是自发的，但从这个角度来讲，也算是中国牵线搭桥的一个结果。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美国用了几十年打造起来的超级大国的信息堤坝，但如今这条堤坝裂开了一条缝，而且中国还从缝中伸出了手，给越来越多的国家指了一条推墙的明路，这就叫顺势而为，趁热打铁。事实上，在美国最近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情报问题上，中国官方媒体一直都表现得相当低调，但是美国的老冤家和盟友的自查自纠、愈演愈烈是谁也拦不住的事情。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过去几十年留下的把柄太多了，现在被反噬，也怪不到中国头上。如果这把火继续烧下去，那么拜登政府恐怕就有的头疼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